就算记忆被撞碎，我的本能依然在驱使我去爱你。不要睡觉。不要睡觉。不要睡觉。姐姐，那个，我这个眼睛去理性吧。好，姐姐。2014年，上海某医院急诊室推进来一对出了车祸的夫妻，丈夫叫孙全玉，韩国人，右眼肿得只剩一条缝，身上到处都是血迹，一看就伤得不轻。这时候他还因为脑震荡引起了逆行性遗忘，处于一个失忆的状态，不记得车祸前的事情。妻子叫程静，伤得更重，因为脑部损伤表现得很烦躁，一直在病床上乱动。明明丈夫自己也浑身是伤，却守在妻子旁边一遍遍呼唤她的名字，还在求证妻子还记不记得自己。陈静，没名字，我是谁？哦，对，陈静，你不要忘我了。好，陈静。好像有一点越来越想你。我们两个结婚了，对吧？你是我的爱人，是吗？对吧？他的注意力全都在自己的妻子身上，忘了自己也遭遇了车祸，身上同样惨不忍睹。在有人要他去看病的时候，他也选择了拒绝，一定要陪在妻子身边。等一下。只是他自己的身体也要撑不住了，一度处在晕倒的边缘。急诊室的护士劝说他先去休息，接受治疗。即使这样，他的心里还是只有妻子，坐在了抢救室门口继续等待。没过多久，丈母娘终于赶到了医院。上了抢救室，我看到我女儿睡着了，浑身都是血。我女儿当时还跟我说了，她说妈妈，我承受不了。我说你坚持。我看到床上身上全部是血，我就叫医生了。我说你们帮帮忙，她很年轻。我说你们救救我女儿。丈夫在有了支撑之后，也控制不住，晕倒在抢救室门口。保安看不下去，找了张床把他推进了抢救室。我睡到这上面，脑部也出血。病吧，这要是马上也不行了，你看。程静的情况这时候急转直下，本来还能哼哼两声的她，突然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。你帮忙啊！他还小，还喝奶了，你们帮忙啊！医生脸色一变，马上安排第2次 CT。这是颅内出血加重的信号。夫妻2人的病床在走廊相遇，两张床擦肩而过的瞬间，孙全玉突然动了，还处在混沌状态。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的丈夫，竟然立刻捕捉到了妻子的身影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抬头看向妻子，不知道妻子又出了什么状况。CT 结果出来了，情况比预想的还糟，颅内大量积血，必须马上开颅减压。这时候，丈夫要求把自己的病床推到抢救室门外，哪怕自己一直处在失去意识的边缘，也要以这种方式陪伴妻子。但是这场手术也只有1半的成功概率。丈夫听到之后，立刻泪如泉涌。是有风险的，我问过医生，医生说50%。后来有他进手术室，你看他一眼。你看看他，给他点鼓励，跟他说话，让他坚持，那应该会有效果的。妻子最后被推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向妻子的眼神好像要碎了一样。明明几个小时前他们还很幸福，在丈母娘家吃了一顿团圆饭。明明几个小时前他还可以摸到妻子乌黑的秀发，现在一场意外却把2人推向了生死相隔的边缘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，或许是命运的眷顾。程静的手术很成功，慢慢醒了过来，恢复的比医生预想的好。孙全玉也接受了治疗，住了一阵子院，2个人就回家了。只是孙全玉后来还是没有这段记忆，出车祸前后的几个小时对他来说就是一片空白。那个张姑娘家一起吃饭了，吃完饭之后跟平时一样，那个骑电动车回去了，然后突然一下子那个背后很痛的，就是那个以后的事情我记不住。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经过大脑的，就像手碰到火会缩回来，眼睛进了沙子会流泪，爱到了极致也就变成了一种本能。